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san，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。不知不觉又到了12月，正式订购月季玫瑰裸根苗的时机。趁着年底，我也想给我家的月季们一次年终总结，看谁的表现最好、最突出。由于品种比较多，我会分上下2集。这一集我先介绍我家的大卫奥斯汀月季系列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我们首先来这一片不足4小时日照的半阴区域。我这一片地块朝向西北，春夏秋3季大约有2到4小时的日照，冬季则是完全没有直射光。我们知道月季其实是喜阳的植物，一般来说，月季在半阴区域要不生长缓慢，要不体弱多病。不过可能是奥斯汀的玫瑰育种地在英国，那里阴雨天比较多。因此，它所选育的品种相对来说比较能耐受半阴。在这里，我一共尝试了10款奥斯汀月季，这里包括3颗藤本月季、玛格丽特王妃、克莱尔、格特鲁德基尔以及7颗灌木月季：奥利维亚、罗尔德达尔、安妮公主、权杖之岛、瑞典女王、戴斯德蒙娜、格雷斯。经过2年的观察，在如此低日照的条件下，只有下面的4款月季有比较好的表现。它们分别是奥利维亚、罗尔德达尔、戴斯德蒙娜和格特鲁德基尔。我们一个一个来说。首先是奥利维亚。奥利维亚是奥斯汀里面的明星品种，它非常的风花，抗病性优异，没有一丁点白粉，它有很好的耐阴性。经过一整个没有太阳直射光的冬季，它依然能够在4月底率先开放。是我院子里开花最早的月季，颜色是浅粉色，花序排列规整，有中等强度的香气。它的春花和夏花花量都不错，春花的整体花期更是持续了3周。关于秋花，我会在后面详细展开。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个品种罗尔德达尔。罗尔德达尔是我很喜欢的一款奥斯汀月季，颜色是多变的杏黄色调，多头中等花径，但花量非常的大，成处开放。它几乎无刺，平插的时间也挺长的。在我这里，5月到7月是它的巅峰，能不停地开花。它的藤本基因比较明显，特别在光照不足的地方会徒长倒伏。它长势强健，在北加州白粉频发的季节完全不会染病。但对于黑斑的抗性我不是很确定。如果观众朋友在湿热的地区养过罗尔德达尔，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它虽然没有明显的香气，但依然是一款值得推荐的黄色系月季。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戴斯德蒙娜 Desdemona。 戴斯德蒙娜是奥斯汀白色月季里面的佼佼者，初开带有贝壳粉，后面蜕变成纯白色，孢子的花型，但花瓣数并不多，是一颗轻盈的孢子。由于自重比较轻，即使是多头，它的直立性还不错。戴斯德蒙娜带有浓郁的香气，姿态优雅，耐阴性和复花性都极好。到了12月，它依然有花苞，它稍有一点白粉，但不严重。我并没有全阳区种植的经验，但根据朋友的反馈，戴斯德蒙娜它并不耐晒，全阳下基本就是3日伞的小白花，因此个人认为半天的阳光对于它来说最适合。第4个推荐的是一款藤本月季，格特鲁德基尔 Gertrude Jacob。Gertrude Jacob 是以英国著名的园艺家命名，在官网的描述是适合新手种植的第1颗英国玫瑰。它被我种在这地块中最差的位置，2年前刚种下的时候，前面3个月一点动静都没有，几乎就要被我拔掉了。但没想到进入第1年的夏季，它连续冒了好几根强笋，长势强健，第2年就开始发力了。在这冬天见不着太阳的苦寒之地，它的花量相当的不错。开放的时间比之前介绍的灌木月季要晚大约1个月，6月是它的花量顶峰。资料说它能重复开花，但在我手里它
它暂时还处于一季花的状态。不过在刚刚过去的11月份，我惊喜地发现它居然也开了一朵花，希望它明年复花性会变得更好。据说它的花瓣还可以食用，如果你家的半阴区域也想种一棵藤本月季，可以试一下它。回到我这个半阴地块，剩下的品种虽然有不少也是官网推荐的耐阴品种，但亲测下来，在光照不足4小时的区域表现很一般，大家可以自行避雷。首先是靠在围栏边的藤本月季玛格丽特王妃，虽然官网上写的是耐阴品种，但真的不耐阴。2年时间过去了，它连枝条都没怎么长，一直体弱多病。我已经决定在这个冬天把它挖出来，换到阳光更好的地方盆栽。同样是官网认证的耐阴藤本月季，克莱尔奥斯汀相比王妃来说，它的生长情况要好很多，它的枝条生长还是挺迅速的。不过开花性跟歌出追狗相比还是有所欠缺，不过我会原地保留它，继续观察。再来的就是这里的几棵灌木，先是大名鼎鼎的瑞典女王，它的花真的没得说，非常的漂亮。但在光照不足的地方，基本就是绿巨人，光是长个子不开花。可见女王它虽然有一些耐阴性，但远不如红色系的奥利维亚。另外的几款安妮公主、权杖之岛，原来也在这一片区域里，我已经把它们起出来作为盆栽养护。在这一片区域的最后一棵奥斯汀是今年刚刚种下的裸根格雷斯，它种植在歌出追口的前方，可是这1年来它基本还是原来裸根的状态。我把它起出来后，发现它完全没有生长，只有非常零星的白根。希望它明年在阳光比较好的地方能够恢复元气。关于半阴区域的月季种植，我其实还想补充2点。在2到4小时的低日照条件下，我们其实要对月季的复花性以及它的花量要有一个理性的期待。毕竟想要开花，阳光、水分、养分缺一不可。在夏末秋初的时候，随着日照的减少，加上春夏2波花消耗了土壤中大部分的养分，我们想要月季再开一波秋花，其实是有难度的。能做的可能就是给它及时的追肥，补充土壤中的营养。其实今年我已经给它们施用了一个缓释肥作为追肥，可是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。在我印象中，就只有戴斯德蒙纳以及洛德达尔这2棵灌木有比较明显的复花，其他的其实只有非常零星的复花。当然，可以进一步改进的地方是给它们施用水溶肥，每周定期使用。可是我比较的佛系，或者说是比较的懒吧，我想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如果它在这里表现不好，那么我们就放弃对月季的执念。将那些表现不好的品种挖出来以后，改种其他真正耐阴的植物，例如在春天开花的杜鹃，秋天开花的野牡丹，以及在冬季开花的茶花等等。我觉得风景是有很多种的，一个真正的4季花园，应该是每一个季节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景，而不是把某一个景色重复看4遍。感觉有点跑题了。我们还是继续回来奥斯汀的月季点评吧。接下来是半阳的区域，这里基本全年都会有4个小时以上的直射光，夏天还会有一点西晒，光照条件比刚才那一片要好很多。在这里我也尝试了5款奥斯汀的月季，分别是威基伍德、达西布塞尔、肯特公主、奥赛罗、无名的裘德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它们的表现。首先是盆栽的威基伍德。威基伍德是奥斯汀的一款浅粉色中型藤本月季，花大多头，打开时层层叠叠，很有漂亮的美人尖，有中等强度的没药香气。也许是因为花瓣层数多，春秋经常因为气温低而打不开，但在夏天它的表现非常的突出。今年我给它换了个大房子，复花性有了显著的提升，即使是现在12月也不停地冒花苞。不
过我觉得这一批花应该是无法顺利打开了，它的分枝性和开花性都非常的好，不过也由于太好，它并没有很好的长身体，枝条还是比较的短小。我去年并没有给它好好的修剪，今年的冬剪应该会来一次大的清理，去掉细弱枝，希望明年有更好的表现。接下来是达西布塞尔。达西布塞尔是一款深红色的月季，初开时接近大红色，后来紫调开始增加，呈现深玫红色。这棵达西布塞尔是2年前地栽的裸根苗，这2年来它的灌幅大约是控制在70到80厘米，株形直立，很适合作为花镜的应用。在4个小时的光照条件下，达西布塞尔的表现可圈可点。今年它是最早开放的品种之一，早在4月底就率先开放，一直到10月份都不断的有花。它的花量大，多头开放，还能保持直立不垂头，这在奥斯汀里面算是非常难得的。关于缺点，它偶尔有一点白粉，持花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大约3到4天，另外基本没有香气。不过整体来说，达西布塞尔还是非常值得推荐。在达西布塞尔旁边的是肯特公主，作为同时期种下的月季，肯特公主的长势远不如达西布塞尔。所幸的是，随着植株的成熟，今年的复花性和花量都有所提升。肯特公主是一款带暖调的粉色月季，花瓣的中心带有一点黄调，花量很大，花序排列整齐。在奥斯汀里面，它的花的大小可以排得上前3，有中等强度的香气。虽然官网上写的肯特公主耐阴，但实测下来，我觉得它的耐阴性其实一般，倒是有不错的耐晒性。夏天它的持花时间在奥斯汀里面算是长的，大约有4天左右。它的花量跟达西布塞尔相比略为逊色，不过今年也算是正经的开了3批花，复花性还 OK。今年秋天它长出来一根强笋，枝头的花苞居然也能在12月顺利开放。肯特公主常被人诟病的是它的株形，它属于长枝条开花，张扬无爪的像只八爪鱼，因此它应该不适合盆栽，地栽会有更好的效果。在达西布塞尔的另一边是一款已经退市的奥斯汀月季奥赛罗，这是我2年前在一个小苗圃里面买到的。今年我已经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了。奥赛罗是带有深玫红大花的一款月季，去年种植在全阳区域的花盆里，在夏天开了近30朵花，但由于枝条很长，刺也很多，去年的冬天把它移到半阳的区域地栽。可惜的是，它对光照比较敏感，移栽后花量锐减，白粉时有出现，这些都表明奥赛罗这款月季并不耐阴，希望能够给它找到合适的新家。接下来的是这个区域的最后一颗奥斯汀月季，无名的裘德，网友对它的评价是又美又香的大包子。我这颗裘德是从阿鲁买的1加仑自根苗，种下快2年了，但它在我这里的表现很是一般，除了春天有3-5朵花，其他的时间基本看不到开花，枝条也很稀少。跟本地花友交流后，我觉得它应该是需要全阳的环境才能开花，并不耐阴。另外，也许光照也影响了香气。我今年会把它挖出来盆栽，再观察1年看看。最后，我们来看一下在全阳区域的3颗奥斯汀月季：亚伯拉罕达比、夏洛特夫人以及黄金庆典。在月季下花的那一期节目中，这颗亚伯拉罕达比有出镜。亚伯拉罕其实是开花性和复花性都很不错，花又香又大，颜色是漂亮的灰粉色。它被我种植在一个小小的5加仑盆里，一开始是放在朝东面的半阳位，持花性也还算过得去。但后来移到全阳位，虽然长了好几根强笋，不过它的花往往一开就会焦掉。除了是奥斯汀固有的不耐晒基因，我觉得还是因为容器太小，株形又太大。
导致根系无法顺利获得足够的水分提供给花苞。我已经决定把它换到一个20加仑的大盆里，期待它明年会有更好的表现。我的另外2棵奥斯汀月季夏洛特夫人和黄金庆典，分别种植在2个花箱里，各自跟1颗龙沙宝石作为邻居。夏夫人2年来长的冠幅还算可以，第1年开花比较少，第2年有所改善，但花量始终不大，跟旁边的龙沙宝石相比就差远了。我觉得问题可能如下：第一，由于种植在同一个花箱里，它的根系竞争不过龙沙宝石的根系。第二是由于一开始对它的计划是藤养，去年基本就是牵引，只做清剪，保留了过多的细弱枝，分散了养分。今年夏花过后，我对它进行了1次比较大的修剪，把全部的细枝都去除，也有意的增加对它的施肥量。总算在秋天有一点起色，但花量相对于它的冠幅来说，也就是及格而已。我会保留1年继续观察。黄金庆典的情况跟夏夫人有点类似，也是跟龙沙宝石作为邻居，而它的冠幅就一直上不来，花量倒是明显比夏夫人要多。但今年夏天它有休眠的迹象，同样的浇水频率，它出现了黄叶，也停止了生长，后面入秋以后才陆续苏醒过来。我觉得黄金庆典的根系也是受到了龙沙宝石的挤兑，导致无法伸展开来。夏洛特夫人和黄金庆典的例子算是给了我一个教训，对于使用容器种植的大型月季，必须要注意根系的相互干扰，最好就是在种植的初期进行物理分隔，让各自的根系有独立生长的空间。另外，我这一个花箱虽然有1.5米的宽度，但随着水土的流失，土层的厚度也日渐下降，目测不超过30厘米。我可能明年需要给它们来个翻盆修根，不过这样下来工作量就会非常的大了。那么以上的这些月季品种就是我所尝试过的奥斯汀庭院品种。其实我家的大部分区域都是半日照的区域，因此我从一开始就给他们选择了奥斯汀的月季，实践证明这个选择还是挺正确的。不过即使是这样，每一个品种它们之间的耐阴性能还是有差别，大家还是得尝试过才知道哪一些合适我们自己的小环境。另外，从全阳的地块看来，奥斯汀的月季并不适合太阳太猛烈的地方，因此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，就是奥斯汀的月季其实都适合在4到6小时的半阳区域，太多则花期太短，阳光太少又会影响它的花量，半天刚刚好。那以下的这些品种是我所推荐的奥斯汀品种，它包括藤本的德特鲁德基尔、威基伍德、亚伯拉罕达比、灌木的奥利维亚、罗尔德达尔、戴斯德蒙纳以及达西布塞尔特公主。这些品种在官网的资料链接我放在视频的描述栏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们家也有奥斯汀的月季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